大家好，上一节我们创建了这个自定义的动画蓝图节点，但是它是一个逻辑节点，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个编辑器专用的节点，来将这个节点的功能应用到编辑器中。我们先打开插件目录下的 myAnimation 点 uPlugin。之前我们在创建插件的时候，曾经告诉过大家，在插件模组这边 ，runtime 代表的是我们这一块地方这一个模块的内容是可以在运行中使用的。但是我们现在要创建的是一个编辑器专用的节点，它不能够包含在 runtime 的这个模块中。因此，我们会需要把我们这一个插件进行一个扩展。我们需要在这里增加一个模块 myAnimationEditor， 然后把 Editor 中需要用到的代码写在那个模块中。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个模块它必须包含哪些东西。我们先把这个折叠一下。我们现在的 myAnimation 它就只有一个模块，我们可以看到它包含一个 myAnimation 文件夹，一个 public， 一个 private， 然后它需要有一个 myAnimation 点 build 点 cs， 然后在这个 uPlugin 文件中有一个模块配置它的信息。并且在 public 和 private 中各自拥有一个同名的这个 myAnimation 的头文件，它是这个模块的一个代码。然后这边有一个 CPP。好，有这些基本的信息之后，我们才能构建一个模块。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双模块的一个插件，它是如何构成的。我们这边 Kawaii Physics 它就是一个双模块的插件，我们来学习一下它。首先打开它的这个目录，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 uPlugin 文件，对吧？双击打开，可以看到它有两个模块，第一个是 Kawaii Physics， 它是 runtime 的；第二个是 Kawaii Physics ED Editor 嘛，它是 uncooked only。这边几个类型之前有说过 ，uncooked only， 然后 editor， 然后 runtime， 还有一些其他的。然后我们将要写的是属于一个 K2 节点，我们也应该使用 uncooked only。接着来看，在这个 source 的目录下面，它有两个文件夹，第一个是 runtime 中的这个文件，第二个是 editor 中的文件。runtime 中的文件跟我们那边是一样的 ，public private， 然后有一个 build 点 cs 这个文件。editor 这边同样的有一个 public， 有一个 private， 有一个 build 点 cs， 然后public 中它有自己的这个同名的头文件 ，private 中也有自己同名的一个头 CPP 文件。好，我们大概知道一个双模块的插件应该怎样去构建。那么现在把自己的这个插件修改一下。我们先来创建结构目录，在这个地方右键添加一个文件夹，名字叫做 myAnimationED。把它移动到这个 source 内部。好，保持这两个同级。添加文件目录 public 和 private。添加目录。然后再添加一个 build 文件。点 build 点 cs。然后在 uPlugin 文件中复制一下这个模块，修改一下名字。
uncooked only， 检查一下大小写 uncooked only， O 是大写的。好，接下来 public 和 private 中还需要有一个同名文件。这个是头文件，再加一个 CPP。好，接下来我们把这几个文件的内容填写一下。我们打开这个，给它复制一下先。然后打开我们新建的，粘贴过来，然后我们再来修改。这个不用改，这个 class 需要改。好，这个也需要修改。一个一个查看。这边我们就顺便加一下编辑器专用的一些需要的依赖。首先 Unreal ED Editor 嘛，好，这边已经有了。接下来我们要在动画蓝图图表中去做一些操作，所以我们会需要 Anim Graph。Anim Graph Runtime。Blueprint Graph， 这个没问题。然后我们这个模块还需要依赖我们的主模块 Mio Animation， 因为我们要引用它的资产。My Animation。好 ，Build 文件大概是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来修改这个头文件和这个 CPP。同样的，我们也来复制一下。我们找到上面 My Animation 点头文件，看看它里面都有啥。我们先给它复制过来。粘贴，这个没问题，这个也需要一个 ED， 这些也没有问题，然后 CPP， 复制。粘贴，这个加 ED。
好，我们就修改好了，编译一下看，没有问题。现在我们来清理一下工程，找到我们的目录，我们来删除一些文件。generate。好，等待这边同步完成，再重新编译。好，我现在是已经编译好了，我们来重新打开工程。打开插件，检查一下。好，没有问题啊。我们来创建编辑器自定义节点，在工具新建 C++ 类，所有类中搜索 aname graph node base。这里可以看到它是属于一个 K2 节点 ，aname graph node base。下一步，我们在这边选择新创建的这个模块 myAnimationED， 它是一个 uncooked only 公共，然后这个名字我们就叫 useLeaderPost 好了。创建。好，现在这两个文件已经创建好了 ，CPP 和头文件。CPP 我们直接关掉，我们不需要配置它，我们只需要在头文件中把我们的动画图表的逻辑文件关联进来就可以了。好，我们 public uProperty。然后这边 editor anywhere 给一个标签 category setting 吧。然后这里是我们上一节的那个类 FAN 开头的。use leader pose， 我们管它叫 node。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头文件包含进来。同样的，在这个 generated 之前，这边系统已经检查到了。好，它在这边自动的给我们把这个依赖加上了，实际上我们已经写在了这里。好，然后它在这边给我们把头文件也包含了进来。这样，这个外观节点里面就链接了我们的这个逻辑节点。好，接下来我们需要再重写一个方法，这样我们可以方便的查找到这个节点，在编辑器中 virtual fstring get node category 这个。由于比较简单，我们直接在这一行中去重写 return。我们起一个名字叫 leaderPost。
好，这样这个节点其实就已经完成了，非常的简单。我们编译。好，打开编辑器查看一下。找到我们动画蓝图，在这边右键，我们刚才写的是 leader pose。好，这边看到这个标签就已经有了，这个是我们刚刚重写的那个方法。然后这是我们的节点 use leader pose， 我们给它编译。好，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角色蓝图。刚刚我们给鞋子加上了标签，我们把鞋子这个地方断开。好，运行检查一下。好，鞋子仍然能够跟随着我们角色移动，说明我们这个功能已经成功了。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这几个都设置一下。找到动画蓝图，use leader pose， 给到。鞋子已经有了，裙子。头发、脸、头发这个我们之前给它加在了头发这个插槽上，我们现在把插槽给它取消掉。好，然后在这边构造脚本中，我们这些都不需要了。现在再看一下，没有问题啊。那么我们对于我们这一个裙子，我们可以把裙摆的物理模拟也加进来。方法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加 Kawaii Physics， 像这样，然后在这个地方去选择我们这个裙摆的跟骨骼，把每一个裙摆的跟骨骼都选上。好，这边我是快速的做了一下，加了一些参数，然后加了几个防穿模的碰撞。我们来看一下初步的一个效果。好，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胸部的这个运动不能做在这个衣服上，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层级结构下，衣服的内部还是有身体存在的，我们没有把它隐藏。如果仅仅是衣服在运动的话，就会穿模。所以我们应该这样，在角色的身体的
最终的这个动画蓝图中来加上这个胸部的运动。然后由于我们的衣服是跟着身体运动的，身体运动的情况下，衣服也会运动，所以衣服这边就不用做了。这样，我们可以观察这个胸部的运动是正常的。好，这一期我们就讲到这里。